那么很令人意外哈，本来以为说北检抗告应该不会成功哦，柯文哲你就关了1年，还关多久呢？哦，这起诉也起了，该这个法院地院也说该传的主要证人也都传了哈，但是呢，刚刚消息抗告成功，所以呢，柯文哲跟应小薇的交保发回地院更采，哦，那高院的理由还是说可能会串证啦。哦，证人没结问完毕啦，哦，等等等等哦，然后呢，甚至呢，跟证人之间呢，可能还有联络啦，等等，反正就这些理由了哈。那这个赖清德当时有说呢，他行政没干预司法的时候，记者问柯文哲，柯文哲表情很惊讶说啊，行政没有干预司法，他不太相信哈。那到底现在为什么高院做这样的裁定啊？今天一定引起大家很大的瞩目了哈。那当然，检察官当时是说柯文哲交保以后跟证人同车了，跟陈志涵他们同车哈，所以是违规的。那律师说我们是被动同车，不是故意的哦。那同时呢，律师也说，请你法官是不是界定范围？检察官你界定范围哦，说柯文哲始料未及，什么要跟这个证人同车哦。不过你认为说我不对啊，我先向你道歉，很有礼貌。但是呢，请你告诉我们，同案证人到底哪些是同案证人？哦，同案证人很多啊，哦，这几百个，哦，那如果说柯文哲完全禁止跟证人接触，可能柯文哲会被孤立。哦，那北院的审判长回应说，你不应该更改原裁定的内容，裁定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哦，不要啰嗦，不要这么多问题。哦，那黄国昌说，司法不应该为赖清德来服务啊。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说赖清德，他说3个人了啊，赖清德、郑明谦、王俊立3个人是台湾司法史上的最大罪人，这是黄国昌说的啊。那台湾民意基金会做了一个民调了哈，柯文哲到底是不是冤狱？说是冤狱的41.6%，但是认为不是冤狱的也有38.2%，几乎是一样哦。哦，这个是在这个统计学上是差不多的，正负3%的误差。但是呢，北检到底做得好不好？不满意就比较高的有54%，哦，满意的只有26.8%。就有些人可能认为说，就像这个不同意柯文哲冤狱，跟这个满意的其实差了差不多11点多少趴？11.8%啊，11.4%。原因呢，就是说可能有人觉得说柯文哲有没有罪不知道，但是呢，关1年太久了吧，而且没事就把人家消息泄露出来，侦查不公开，对这点是不满意的哈。那不满意北检呢，不表示说都认为柯文哲是无罪的，这是2回事情啊。只是呢，就算是他有可能有罪，也不应该这样对待他。那另外呢，这个原来对北检不满意没那么多，原来不满意只有36.1%，满意的40.5%哦，满意原来超过不满意哦。哦，原来这个结果不满意原来就满意原来40%，现在满意只有26.8%，不满意原来36%，一下不满意飙到54%哦，所以呢一下飙升了17.9%。我们看一下。中午短暂休息，柯文哲下午2点多回到北院继续开庭，但被问到这句话。赖清德说，行政没有干预司法，要再也放下屠刀。你知道露露哥开始结婚吗？再也放下。谢谢。嘴张到不能再大，似乎对这句话难以置信，但没有多做停留，上楼往法庭的方向走。柯文哲交保之后持续出庭，但这回还有这件事在同步进行。柯文哲获得交保之后，是第2度回到台北地院来开庭。不过在开庭的途中呢，其实检方的抗告相关卷证是已经被送到了高院，而高院的合议庭审判长呢，其实过去也审理过柯文哲的抗告案。高院收到抗告相关卷证之后，随即分案，由审判长池中慧、陪席法官陈昭云以及受命法官黎慧萍合议陈审。而池中慧法官上个月11号陈审柯文哲延押抗告，但他认同北院以柯文哲仍有串证以及逃亡之余，驳回柯文哲的抗告，延押确定，这回再度碰头。好吧，这个是他的这个裁定书哈。那基本上呢，这个高院哈，大部分主要的理由是说，上次7月21号的时候呢，你们把它压起来。说是有部分证人还要传唤到庭，现在你又说现在很多证人都没来啊，但是你又说已经传唤了然后呢也没有互相诘问，就认为呢这个可以了，所以你是矛盾的，前后矛盾然后理由不够这个周延。
然后另外呢，你说不能跟证人接触，哦，但是呢，到底哪些是证人？哦，证人也很多，你也没讲清楚，哦，这个倒是叫这个地方法院把它讲清楚了哈。来，岳律师怎么看？就是他其实第一个部分就是刚刚如同赵先生说的哈，就是你才1个月哈，尤其这3位法官之前才处理过这个他的羁押抗告案，1个月以前你说这个有有串证之余，然后才过1个月你就说没有，那到底为这1个月发生了什么事？好，因为的确还是同案有这个其他的证人是还没有传唤的。好，那既然你在1个月以前说好这个有串证之余，为什么过了这个月这个考量点就消失了？好，也的确还有这个，其实法院还没有讲的是，像橘子啊，就是柯文哲的账房，现在还没有回来台湾。好，那这样真的没有逃亡串证之余吗？好，没有串证之余吗？好，那第二点就是，就如同赵先生所说，其实也像这个郑生源郑律师讲的，就是说你到底原裁定里面讲说，被告2人不得与同案被告证人有任何接触、骚扰、恐吓或探寻案情的行为。那本案被告是11个人，但是侦查当中被告其实更多。你到底这个范围是多广多窄？好，那其实不光是这个刑案啦，我们有很多的刑事案件，包括说证券交易法的这种背信案等等，你可能整个公司所有的重要的经理人全部通通都被列被告啊。那如果说通通不得接触，那这公司不能运作了。因为董事长、总经理、CEO， 然后财务长，大家都列被告的时候，那你如果出来以后通通不能接触，公司是不能运作的。所以郑生源郑律师的这个抗议也是有一定程度的道理，就显得他采取他的抗议，叫你解释清楚。对，所以其实不能说是一定会被压起来啦。我觉得。北院当然也有一个空间，是说把它讲清楚，为什么我1个月以前认为说是有串证之余，现在过了1个月，我认为哪一些关键的证人已经被传过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疑虑了。好，那的确也如同高院所指出的，我可能原来讲的太空泛了。我也许明确的讲说哪一些证人、哪一些被告是不得接触的，然后的确有这样的空间。可不可以说我以前错了，没有矛盾，我现在对的，这样。6万呢？好，7000万，你们不够的，8000万，来晚会。我刚刚其实也是在节目中才刚刚看到高院的这个新闻稿，老实说，我看了之后，我反而有一点放心。那个放心是，我觉得这跟上一次要把它再关押起来的时候的高院的态度，我觉得是有不太一样的。在这一次高院的这个新闻稿里面，我觉得他给了空间，所谓的空间就是说，他对于我们律师团所提出来的相关的一些抗议的部分，他有把它列出来，让他回到地方法院，就是回到北院的时候，让律师团跟这个柯文哲他们是有机会可以来做相关的一个说明跟解释的哈。所以我今天这样看，然后我刚翻了一下我们小草群，目前来说大家是画一个问号，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回到北院会怎么样，但是没有像上次高院一判出来之后的情绪是沸腾的，我觉得是我观察到的重点。那但是还是要回来讲，然后我觉得这个赖清德对他自己真的是太有信心了，他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里面，到现在他还是可以脸不红气不喘的哈，叫我们再也哈要这个他，因为他只讲司法独立嘛，哈，不会对单一政党啊，对单一个人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刚刚赵大哥所讲的这个民调里面，其实也看得很清楚。不管这个官司的本身的这个内容怎么样，但是这一段时间的整个司法相关的这一种关押的这样子一个行为，一再的做相关的一个抗告，其实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我自己在这个地方走，我最常听到一件事情，大家现在不一定会去讨论非常多案情的部分，但是对于他一直关押柯文哲，关押了1年这件事情，大家是非常生气的，大家觉得这是非常剥夺人权的一个状况，尤其是听到就是说柯文哲在不管是庭上哈，就是所做的一些有关这个看守所的一些状况的一些描述，所以大家在现在这个情绪上面，不管他是蓝绿白的支持者，中间选民我听到比较多，其实是对于关押这件事情是非常不满的。就是你在本节的开场白，你说很出乎人意料之外，你讲了这一句，我本来以为他会不会抗告不会成功，我觉得你站边了。因为根据尤盈荣那个民调，虽然尤盈荣那个民调不尽公平啦，因为他先转述了柯文哲的话，然后再问说这个是冤案，所以那个是不公平的一个民调。但是你毕竟你是出乎你意料之外，大部分的人都很保留，就说不太敢猜。那我个人的看法，我跟晚会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晚会毕竟是局中人啊。
所以他尽量在空气中找一找是不是有呼吸的空间，而且他很佩服这个柯文哲，你看一见到就精神啊，斗志又回来了。但是我个人啊，私底下，因为柯文哲的一生啊，其实跟我有很大的重叠的类似的地方。我觉得他今天是全台湾最寂寞、最可怜、最可悲，而且前途遥遥无期，不晓得要接受这种煎熬，接受这种 agony， 还要接受多远。他关在里面也好，出来也好，案情大白也好，案情永远沉入黑底也好，我觉得他自己心里有数。但是他的可悲的地方，就是他的亲人、妈妈、太太，还有所有的部属，我认为他没有一个人，他可以把他心里头的真话告诉他，他是寂寞的，100%的寂寞。而且呢，他这个案情，他现在扩大他的法务的部门，表示什么？他知道这个案子是大的，这个案子是复杂的，他没有办法干干净净的循着法律途径来处理这个案子，所以呢，他能够有机会的，他就把政治的成分尽量加码，他把它塑造成出来的3点声明哦，大家鼓掌，讲得好，讲得好，什么好？你是延长你自己无穷无尽的 agony， 为什么呢？你是在制造冤狱的百分比，你是在把自己形塑成司法双标的受害者，这个对他是不好的，对他是完全是不好。你觉得他该怎样？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全力打官司。他应该也在打啊！如果你官司但是如果你官司心里有数，这个打不赢的，其实这些我知道，一个人走到这个程度，他大概不会很快的就双手投降，因为他现在67岁嘛，67岁，就算他活到我这个年龄，20年头一生是斩，头一说也是砍头，所以呢，对他来讲，他现在就是要。他不能做真正的科比，你知道吗？因为科比今天是要做给人家看的，尤其要做给自己人看，要做给小草看。他心里到底想什么？我觉得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但是呢，我告诉你，你今天如果晚上看绿台跟看非绿台，我讲非绿台，因为非绿台只有本台嘛。如果看绿台跟非绿台，看不同的报纸，听不同的政论评论员讲的话。科比好像是2个，还有他的案情好像是2件完全不一样的人，这是本案的悲哀，你知道吗？但是呢，最后科比的命运，不管他是哪一种，都一样。科比真的，当他离开台大医院要出来的时候，那个初衷、那个本意啊，要学蒋渭水那个本意，在他第1任完以后，就 turning point， 这个 Mr. Cook 讲的 turning point。一个很大的转弯，而这个转弯 is for the worst。好吧，老陈讲完他的意见我请教你一下，从另外的，你说你的人生跟柯文哲有很多是同样的嘛，都是台大医学的当医生。是他讲的，他告诉蔡壁如，蔡壁如告诉我。好吧，你刚刚也这样讲嘛，你也没有否认嘛，对不对？不，这个你还要开一个专题，你就请我来讲。好了，这可以讲4个小时。没有那么多，我只是说你人生见了那么多重叠，我只问你说柯文哲是寂寞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吐露真心话，那你呢？哇，我一天到晚都告诉很多人啊，我甚至把我的真心话都告诉乃金了，你知道吗？这是真心话吗？真的。休息还再回来。你。好，今天高院这个同意检察官的抗告那么把柯文哲交保这个案子呢交回给地院，再重新再这个裁定那到底会怎样？柯文哲会不会继续被关？已经关了1年，还在关吗？来，郑建兄。说实话，这我确实跟赵哥跟他讲，其实有点意外了，因为我本来想说，因为已经交保之后，没有想到那么快，其实又要更裁那其实我本来也想说，去看看我们自己高中的学长因为科比是我高中的学长，本来想都是新竹中学嘛，新竹中学，对我本来也想去看看他，可是都还没有约到，因为他这段时间确实是很忙那如果说现在就希望说这个更裁状态的时候，就还是能够维持原本的一个状态。那我自己在想要特别讲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台湾民意基金会
这个民调当中的时候，我想讲一个点，就是说，针对冤狱这个部分，因为刚刚大佬这边有提到说，这冤狱这可能不一定那么精准，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先讲出来。可是我想讲说，因为这个民调里面他讲冤狱的部分哈，那民进党的支持者里面有76%不同意哈，觉得76%的部分不同意是冤狱啦哈，然后国民党这边支持者有61%是支持认为是冤狱，民进党有96%觉得是冤狱，民众党里面有96%觉得是冤狱。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柯文哲这案子的时候，已经让台湾的司法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因为目前就是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已经不是大家真正在追究的一个情况，而是颜色就去决定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只会越让台湾的社会其实越来越分歧。那我觉得司法本来是一个社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底线的一个坚持的一个基准点，可是现在发现我们的司法反而变在裂解台湾对很多事情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可怕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从整个全国各个行政区来看的时候，几乎每个行政区都不满意柯文哲的案子，这个判决几乎都超过50%都是不满意的哈。可是这里面的时候，我们如果说跟这个冤狱这边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在高屏这边不满意的也超过50%哈。可是他们又认为哈，就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冤狱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民进党可能认为说，在这个案子当中，民进党很多支持者认为这个案子当中的时候呢，可能认为是对柯文哲太过于宽松。就是交叉被感觉，民进党的支持者是认为对柯文哲的案子过于宽松，办不够深哈。然后因为他的网络风向也觉得说，好像办得不够多，要办应该要办得更到位哈。那这跟事实上我们目前看到很多数据里面，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就柯文哲这案子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在完全裂解就台湾民众对于司法的一个信任度。那事实上我们也觉得，目前确实看到。一个柯文哲案从去年9月5号就被羁押到现在超过1年的时间，这个确实是很让人家不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中间选民认为说，你办案没有问题，我们要追究客观的事实也没有问题。可是你用这样子就是羁押，然后路人于罪的方式的时候，大家很难去接受。我觉得是现在台湾社会面临最大的一个考验。前几天啊，那个柯 P 才刚到我们桃园来嘛，到那个宏愿大千世界那个本藏法师那这样，那没想那么快，今天竟然在录节目的时候就看到他北检抗告成功哦。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对法律哦，不管是专业的法律人或者是我们一般民众也都知道，其实我们在台湾在没有这个证据审判确定之前都是无罪推定嘛哈。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柯 P 的这个案子哦，从很多的民调数字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他到底有罪没罪，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呢，现在我想这个检方一直在这个用羁押的方式，而且长达1年多了。那这个说法上都一直说，因为还有证人没有传讯啊。那说实在的，证人没有传讯这件事情，到底是这个检方应该是要加快这个侦判的脚步，还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是哪一些证人必须要传讯，哪一些证人其实没有必要在传讯的这个名单当中？那都是他说了算。所以民众当然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啊？其实在这个所谓传讯证人上面，或在你的侦办上面，其实你是没有一个新的事证，那就一直要用羁押的方式，甚至有可能就是要押人取供哦。所以我想，从所有的民调，今天我们所谈的民调上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司法是不信任的。所以当赖清德说这个行政未干预司法的时候，我想所有人对于这句话哦，都抱着很大的问号，甚至就觉得就是莞尔一笑哦。那刚才我们最后看到这个，大家问说这个这个柯 P， 你觉得赖清德讲这句话怎么样？他的那个夸张表情，其实无疑就是说出了其实他对这件事情的抗议。基本上，因为他现在检察官一直坚持了哈，包括现在法官也这样裁定，就是说这个证人要诘问完毕。那是不是每个案子都是这样呢？如果是这样，所有的案子都是要这样哦。你证人要诘问完毕才能交保啊，那否则就不能交保啊。那我了解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啊。一般交保就交了啊，哪有什么证人诘问完毕的？那如果证人一大堆，诘问完到什么时候？那橘子一辈子不回来，橘子柯文哲关一辈子吗？不是很奇怪吗？赖明兄，对，这就是重点。因为我们今天看到高院的新闻稿，他就说7月21号的时候，你地院说要继续的羁押，因为当时有一些证人还没这个侦讯完毕。可是为什么现在1个月之后，你可以让他这个释放？然后就是这个交保，彭正生接讯完毕了，关键的证
证人。法官有这样说，他关键都结问完了。那现在有5个人，因为在北检的抗告的当中，他谈到谁呢？黄锦茂、张高翔、范有伟、黄珊珊、吴顺明，这里面关键他就讲的共同被告的就是黄锦茂。但黄锦茂在这个案子发生决定之前的前都发局的局长，他是被列为共同被告，但是呢，法官就认为这已经不影响这个案件了。就刚才赵大哥所说的，你不是说所有的证人都结询完毕，没有回来的证文没有结询完毕，你就继续羁押吗？就回到一个法律很重要的关键比例的问题。现在柯文哲被北检起诉，很重要一个关键是说图利罪。各位知道吗？图利罪在别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还记得有一个罪叫做通奸罪吗？在别的国家根本不存在的。2020我们的刑法把它给废掉了。大罢免在别的国家根本认为不只是不存在，认为是反民主的、非民主的。结果我们成为一个法律，还真的来搞这么一招。但是呢，它被民意拒绝。这个法律它要合乎社会的理解跟这个比例。一个在黑牢里面关1整年，那天他出来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这1年来我第一次看到阳光。这种就是说在比例上法律上如果对当时社会的情境如果没有一定的回应的话，其实人民会认为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合比例的。我跟你讲如果我是法官或者检察官，我只要柯 P 本人或者是他的家人或者任何人，只要说我要举止回来。我一直讲，只要举止回来，我就放你。我也私底下问你们的人。那他如果讲的举止不回来了，所以我要特别讲，院长有那个法官有特别交代，不能用举止不回来作为继续拘押你的理由。但是你有没有想，柯 P 跟他的所有亲近的人，为什么都对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交代？你晓得，我问的时候，每个人都给我一个同样的回答：他回来就关了，他为什么要回来？这是理由吗？这是理由吗？尤律师，没有啦，我觉得其实这问题的根源在最早的时候，民进党在蔡英文一执政，第一件事就是废掉特侦组，所以大家现在对北检都不满。为什么？因为比较超然经过立法院同意的检察总长设定的特别侦查组，大家是觉得是超然的。那你北检的检察长是由法务部任命的，所以大家基本上就会对你法务部任命的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就欠缺一个信赖嘛。那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大家觉得最离谱的，其实不是每次抗告啊，是不管就是律师阅卷阅到的资料，甚至可能只准你抄录的，过2天就出现在镜检、镜周刊就出来了。那你怎么去相信检察官的公信力呢？我觉得这个案子到最后，就算柯文哲被判有罪，我想一般人民都不会对这个判决有罪的这个判决有信赖感，就是因为被北检这样搞砸了嘛。来见，我觉得现在当然啦是要看这个地院最后做什么样的裁定了哈。不过我觉得绿营的逻辑很有趣，就是当初呢柯文哲呢被放出来的时候，那他们就觉得你看就是因为呢蓝白合呢太麻吉了黄国昌跟这个蓝的关系呢2次大罢免弄得太好了，哎呀那现在不得了了，这个柯文哲出来之后以后呢民众党这边呢2个太阳，然后呢蓝白合呢搞不好呢不会未来就不会走得这么顺遂，所以说呢这个是呢民进党呢下的一步好棋那现在发回跟裁啦，你不知道地院的接下来的判决会是什么？柯文哲是不是又要被抓回去关了？你又看到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在那个Twitter上面，或者是说在这个脸书上面比较亲绿的这些人就说，哎呀抗告成功，赞好。那你的逻辑是怎样？就到底柯文哲是不是应该放出来呢？这就表示说，其实不只是蓝营的或是蓝白的这边人认为呢，司法呢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公正啊，或者是独立性可言，连绿营的那些的支持者，那他们不就是也是用政治的眼光来看柯文哲会不会被续押吗？续下再回来。是来劲。